1901年，当时的中国因晚清政府的腐朽而身陷囹圄。香港虽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短暂安宁，可还是发生了政治暗杀事件。伴随兴中会的前任会长杨衢云的中枪身亡，清政府对于民主人士的暗杀自此接踵而至。到1906年，为联合各界志士推翻满清统治，从日本东京出发的孙中山即将踏上这片鱼龙混杂的险恶之地，而他的行踪却被慈禧获悉，随即派出了朝廷的鹰犬严孝国展开刺杀行动。碍于英国殖民政府这次的暗杀行动极为保密，但还是被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提前知晓。为了对付这个革命党，严孝国买通了当地警察沈重阳化身为便衣，跟随其左右。当晚可是商界巨头产业金利园的大喜日子，儿子李崇光考进了洋学堂，让这个横跨政商两界的老爸李玉堂脸上有了光彩。不仅大摆夜宴，宾客满座，还要周济当地贫苦百姓，可谓是个十足的善人。但表面上的光彩实则是李玉堂的一块心病，他并不赞同儿子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学说，反而希望孩子可以守家在地，将来继承家业，光宗耀祖。但崇光偏偏爱上了西方文化，而这份领导便离不开那个让李玉堂既爱又恨的陈少白。陈少白此番又是来要钱，并告知了李玉堂孙中山来港的消息。革命是需要本钱的，可李玉堂只想老老实实做个商人，但看到挚友难处时，虽面露愁容，不过也依旧慷慨解囊。离开金利园，陈少白又找到戏班的班主方天，也把孙中山来港的消息告诉了他。这方天是晚清的将军，因为抵抗八国联军，反而背负了叛军的骂名。这次他身边的一众人马将是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屏障。可陈少白的一路行踪却被尾随的沈重阳告密给了严孝国。拿了钱的他又去赌场挥霍了。沈重阳嗜赌如命，只要手里有闲钱就一直想着翻本，可每次都是输。为此他的前妻月如还改嫁到了李玉堂家，做起了四姨太。从那之后他就更加浑浑噩噩，为了赌资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卖一切。第二天李玉堂要去给陈少白送钱，便命在金利园供职多年的车夫阿四拉着他前往。每每路过烟馆时，李玉堂总会给街边的乞丐一枚银钱，供他去烟馆消遣。这位乞丐名叫刘玉白，因为看上了小妈而把父亲活活气死，小妈上吊，家业散尽后也沦落到了这般田地。在大街上，李玉堂偶然撞见了发传单的儿子李崇光，他一直坚决反对儿子参与游行，就是不想他们家与革命党扯上关系。看着执迷不悟的儿子，李玉堂找到了罪魁祸首陈少白。面对李的质问，陈振振有词，他直言不光崇光要革命，就连为革命出资的李玉堂也是革命党，这让李玉堂气得夺门而出。此时距离孙中山到港还有3天。当晚陈收到电报，晚清的杀手严孝国已经到港。可当他把消息告诉方天将军时，却为时晚矣。顷刻间无数的杀手从天而降，毫无准备的方天只能拼死抵抗。迎面扑来的硫酸灼面伤眼，杀手们的快刀锋芒逼人。方天眼见己方要全军覆没，临危之际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，只能将女儿打晕后把她送了出去。在方天遭遇围攻时，他看到了杀手头目的一截手指，紧紧攥在手里后便壮烈牺牲了。而陈少白则被严孝国抓住关了起来。谋杀现场横尸遍地，方天女儿看到爹的遗体后伤心不已，恍惚间也发现了那根断指。随后赶到的李玉堂在现场看到了陈的钢笔，猜想对方可能也遭遇不测了。在陈少白的书案上，李玉堂发现了此前少白给自己写的信，其一字一句感人肺腑，无不流露出陈少白的拳拳报国之心。他也料到了自己将来的不测，并希望李玉堂能继承遗志，想方设法也要保护孙先生的安全。这封信叫醒了沉睡的李玉堂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对报馆兄弟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作战动员。而在崇光的眼里，此时的父亲俨然活成了巨人。保护孙中山可不是儿戏，除了一般基本规划外，还需要有武功高强的保镖。为此，李玉堂第一个就想到了乞丐刘玉白。玉白是一个落魄的富家子没错，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晚清最后一个武状元。李玉堂替他赎回了传家宝铁扇，铁扇换真情，孰忍推脱之？随后玉白的一句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，足以表明他对李玉堂多年恩情的报答。第二个人，李玉堂找到了身体高尚的王富明。曾经出过家的他，还俗后就卖起了臭豆腐，外表虽然粗鲁，但却十分喜欢养花。当初受过李家恩惠的他，感念于李玉堂的慷慨正义，想都没想便加入了进来。令李玉堂没有想到的是，
第3个报名参加保护队伍的竟是车夫阿四。李玉堂虽再三强调其危险性，可阿四的一句“老板平安就好”，让李玉堂顿时无话。当下，李老板立刻带着阿四去他喜欢的女孩那里提亲，这也让阿四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开心地直呼道：“老板万岁！老板万岁！”陈少白其实没有牺牲，而是被曾是他学生的严孝国关了起来。在见识过西方蚕食鲸吞的侵略后，那套西方的民主说法，严孝国根本不信，而这也是他一直忠于清政府的原因。第2天，方天女儿来到了经理园，一顿饭的功夫，女孩就加入了保护孙中山的队伍。她的目的很简单，完成她父亲未完成的使命。距离孙中山来港还有1天。当晚，警察司的史密斯给李玉堂送来一把手枪，而丈夫拿枪的一幕恰恰被四姨太月如看到。为了丈夫玉堂明日的安危，她决定寻求沈重阳的帮助。但是个人都能想到，重阳怎么可能答应保护前妻的姘头？虽然这是天方夜谭，直到月如突然告诉重阳自己现在的女儿是他的事，沈的态度改变了。女儿还小，但重阳希望在将来被月如提到时，还能算是一个不太差劲的父亲。当他捡起的女儿掉落的娃娃，那份亲情令他重获新生。即便自己讨厌李玉堂，他也会答应月如的请求。通过装死而虎口脱险的陈少白找到李玉堂后，为防万一，李玉堂把枪给了他。而此时的陈知道杀手勇猛，便提出了一个替身计划，兵分2路保护孙先生。但当他知道这重光抽中了替身签时，突然犹豫了起来。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人人平等吗？如果因为自己是夫人儿子，所以要重新选择，那革命的目的是什么？重光的一番慷慨陈词让陈少白听得动容，他对挚友儿子的此番言论无法反驳，只是紧紧抱住了对方。一夜过后，香港终于等来了孙中山。码头上人山人海，其中不乏伺机而动的杀手，而那群义士们也将会一直保护孙先生的左右。第一站要先到开会地点，可就在路上，一把公子从暗处伸了出来，毫无征兆的箭如雨下，让车队不得不躲到街边。而此时，大高个王富民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，只见他一双大手执起2个椰子后，就向对方的面门砸去。弹无虚发，无有不中，对方还没缓过神来，椰子已经实打实地拍在了脸上。再加上暗中有方天女儿和沈重阳的支援，工读社很快便熄火了。可此时王富民却身中一刀，并被紧随其后的数把刀子淹没在人海中。车队的冲锋依旧困难重重，此时前方杀手伪装的武士队开始表露杀机。双方交手期间，那个带头的断指引起了方天女儿的注意，他想都没想就向杀父仇人追了过去。眼见黑衣杀手越来越多，此时从血海中逃生的王富民利用身体优势，直接将路边的轴板折断。刀下的竹板挡住了黑衣人的去路，为车队赢取了逃跑时间。但他却被一拥而上的黑衣人戳倒在地。冲着这份大义，相信此后的他一定可以安然面对佛祖。来到了集会地点，孙先生于此将与各省代表展开思想的碰撞，而躲在角落里的重光也终要以替身的身份出场了。面对少爷的执着，阿四跪地求饶，可阿四不知道他阻挡不了重光那炙热的目光，当下唯有拼死保护才是当务之急。重光出发了，带着中国的明天，他出发了。这路途的第2站是孙先生的母亲那里。方天女儿与黑衣人头目激战正酣，可使用9节鞭的他却屡屡落于下风。头目并不恋战，他紧着要去把炸药装箱，炸死即将路过的孙先生。而方天女儿这边依旧不依不饶，同时他还大喊着车队不要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拴好门板的他决定玉石俱焚。爆炸过后，方天女儿被炸出了10几米远，一个年轻的巾帼英雄自此陨落。此时史密斯带着持枪赶到，他表面是围住车队呵斥他们扰乱治安，实际上是因为中国人的血性想护送他们过去。但是能陪伴的距离已经有短短的1段路，过了这条街以后，碍于英国人的命令，史密斯也没有办法了。车队没了史密斯的保护，杀手们果然肆无忌惮。不过此时只看到楼梯之上竟然站着一改往日邋遢的刘玉白。众人带着重光穿过刘玉白后，就直接来到了孙母这里。他们为了让杀手确信孙回来看母亲，从而为另一方真孙先生的会议拖延时间。杀手有数10人之多，可手持铁扇的刘玉白竟丝毫不畏惧，仗着地形优势，偏让君子对付眼前的一帮亡命之徒也能闲庭自若。一夫当关，横眉冷对怒成山，万夫莫敌，铁扇轻舞，势如虎。此时屋内的孙母见到重光，就像看到儿子一样嘘寒问暖，他眼中流露出了愧疚神色，心里也对这个少年充满了敬意。不过外面的惨叫声
令屋内所有人紧张不已。这其中最难过的要数号召大家的李玉堂，可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为了革命，留钱是必须的。门外的刘玉白渐渐体力不支，可他依旧凭着非凡的武艺守好了此关。而此时严孝国出动了，刚路过时，他没理浑身是伤的刘玉白，可刘玉白反手一刀，竟然斩断了他引以为傲的大清尊严。愤怒的严孝国提刀就是一顿猛劈，人死如灯灭，濒死的刘玉白却看到了自己此生挚爱，他也终于可以在泉下继续这段旷世奇恋。探访的时间到了，车队再度出发前往码头，可崇光的身影却被李玉堂看见。他完全不知道替身抽签的事，自然带着满脑的疑惑和担心拼命追赶。可此时他遇到了激战过后面目全非的沈重阳。沈重阳把女儿的娃娃递到李玉堂手里，并嘱咐他要交到女儿那里。随后沈重阳朝骑马赶来的严孝国撞去，撞击过后暂时阻挡了严孝国追捕的脚步，可沈重阳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弥留之际，他看到了一番温馨景象，那个骑车的一家三口终于让他重拾起了作为父亲的尊严。严孝国最终还是赶上了车队，轻松解决一干人等后，却被阿四拦住了去路。在严孝国面前，阿四不堪一击，可他却死死缠住对方，令其动弹不得，任由拳打脚踢，依旧不依不饶。被激怒后，严孝国给了一心求死的阿四痛快。在这个受热躯体倒地的一瞬间，那条来自未婚妻的毛巾显露出来。李老板给他提了亲，但阿四是死也没能迎娶心上人。在最后的狭路决战里，陈少白拉着崇光逃跑，可没想到车顺着楼梯滑了下去。严孝国疯了一样冲向洋车，可此时车内的李崇光却面露喜悦之色。他知道为孙先生的时间争取到了，为了中国，为了4万万同胞的复兴，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。魔鬼最终杀死了车里的李崇光，而他也被陈少白武艺打出的枪杀死。随后赶来的李玉堂抱着儿子的尸体嚎啕大哭。国家复兴是真的，可眼下儿子那丢掉的性命，难道就不是真的吗？经过一番血雨腥风后，孙中山眼角含泪的离开了。他会记得所有抛头颅洒热血的人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还需努力。在时代的更替下，那是一腔热血不回头的凡夫俗子们，也将具象为中国人中华民族骄傲的风骨与血肉。那是不能在选择的时代下还偏偏选择的大义。因为谁都想与心爱的人平安白头到老，所以舍生取义才如此令人敬佩。但爱我者知我为何而死，因为不相信为做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才能找到我所欲求。10月围城上映之时就备受关注，4年又在金像金马上大放异彩，并横扫16项大奖，风头可谓一时无两。就连在央视电影频道，它也被反复重播。电影的质量不用多说，扎实紧密的前半场文戏，生猛辉煌的后半场打戏，将它称为电影剪辑的教科书也并不为过。不过作为主旋律电影的10月围城，在一段时间里，因为它的主旋律标签，因此不被人看好。有人说不懂例如阿四、王富明之流的人的舍生取义，像是被无脑安排的英雄情节。也有人说每个角色似乎都如此伟光正，怎么会在没有巨大动机的前提下就无私奉献自己？这样的疑问宛如电影里面也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一般，这次革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其实电影本身也给出了答案，欲求文明之幸福，必经文明之痛苦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。在崇光、陈少白的眼里，革命是他们闭上双眼后能看到中国的明天。而对于没有那么大志愿的其他人来说，革命是阿四对老板的报恩，是望着心上人仍痴迷如望着下凡仙女的眼神，是方天女儿得知既定命运后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句女儿不孝，也是王富明为了报答兄弟之恩，依然保护一个他从未了解过的人的决绝。谈不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更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宽博之心，只是在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大局面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合理的世俗动机。当大部分主旋律被伟大、无瑕疵所包裹之时，正是这样一份接地气的情节，令10月围城更加耀眼。这的确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情故事，但在众位无名星星之火的燃烧下，产生的力量便将可以撼动戏里戏外的所有时代故事。一目十影，与你共赏经典。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